老妈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是我，你快醒醒吧！该醒的人是你，人一旦变成恶灵就没有意识了。你不杀他，他就会杀你。曹远兵，助我夺得神力，我们一起改变镇魂剑。这可是我的母亲，我绝不会杀她，我更不会帮你。一定会有别的办法，一定会。我答应过了我死也要保护她。那你就死吧，不要理黄甫龙斗的鬼话。既然正义的终点是邪恶，镇魂将也终要变成恶灵，那不如现在就到我这儿来。这世上的正邪善恶本就该由强者决定。让我们一起拿回我的力量，成为这世上最强的主宰，去把他们口中的恶变成正义。成为你，是不是就不用杀了老妈了？当然，只要拿回力量，我就能控制天下的恶灵，他还会跟你站在一边，永远的在一起。那好，我把我的全部都给你。能灵活使用身体的感觉真好。你就是那个打伤了天虎，拿走了所破，妄图侵占我力量的黄甫龙斗吧？这4王的所破，你是准备活着交？还是死了交啊？他出来了。不对，他被魔形控制了。宙洪荒，这世界即将归本尊所有。
开，就在今日。这神珠乃上古神物，还请谨慎使用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？此珠乃上古神物，可驱使任何人为我所用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能听我的号令，成为我进攻领域的最佳战力。狡猾的人类，你是不是早有预谋？就等着我夺回力量的这一刻。不错，这一刻我等了10年了。原来你早就知道蓬莱里藏的是本尊的力量，可天无不是。我早就料到他会背叛我。什么用4王的所魄融合成魂药，那都是骗他的。曹彦斌的武神躯最大的功用，是在融入你的残气，画出模型，夺回力量，这样我才好驱使你呀。难怪你要让曹彦斌杀掉他的母亲，你就是故意的。你知道他不忍心。你猜对了，我要不这么做，他怎么会这么早选择你呢？王府龙斗！大功告成，是时候试试我的新战力了。号令！是曹云的妈妈。杀了他！看来是唐门制造的精神空间秘术，这只会让曹彦斌苟延残喘一阵子，改变不了任何事实。愚蠢的自我牺牲，破坏了我筹谋10年的计划。无全尸！
军们！7个守护元神，这种不要命的做法竟能激活你体内潜藏的元神力，化出更多守护元神保上你一命。好你个曹彦斌，果然有趣。好好活着，你我之间的故事从今天起正式开始。我们走。罢了，主人寄予，不如继续追随强者。程峰，失败了。功亏一篑。那你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很失望。因为我发现了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。曹彦斌不仅消灭了魔星，还激活了他体内所有的守护元神。哦，他还有这样的本事？够疯也够强的，实在让人兴奋。若是照你所言，日后他定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手。镇魂界的格局也势必因他有所改变。这不是很好吗？到时候让林玉那帮老家伙头疼的，就不再只有我一个人了。曹彦兵，你的未来，我拭目以待。听欲望的心中，在残续着一年，看具象的世界，站着慢慢前行，人穿过浓烟。如花鼓楼之行终于结束，夏灵随后在空神之森中找到了那片元皇花海，与父亲重逢。而北洛也会继续寻找愈合水儿元神碎片的方法。至于我，则会带着老妈的未竟之志，带着镇魂街的谜团与秘密，继续向前。这个世界并没有我们看上去那么简单，有人天生为王，有人落草为寇，但脚下的路，如果不是你自己的选择，那旅程的终点在哪儿，没人知道。你会走到哪儿，会碰到谁，也都不一定。而我选择的路，才刚刚开始。感动成一跃。
夏将军，距离您当初进入芦花古楼已经过去了10年了。您女儿都已经长大了，您再仔细的看看她。爸，我拿到了将军链，我知道你是一名祭神人，也知道你是寒仙界的镇魂将。我跟你一样，也是一名祭神人。你真的是灵灵。是我真的好开心，我根本没有想过这辈子还能再看到你。对不起。爸，你别这么说，我都知道了，我在梦魇里什么都看到了，我知道都是黄甫龙斗的错，不是你的错。夏将军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您说黄甫龙斗别有目的，那他的计划又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记得在我们准备前往芦花古楼的前一天晚上，忽然间听到了黄甫龙斗的谈话。谁？我被黄甫龙斗的元神力所伤，索性逃得及时。待我伤势稍稍恢复，而去往古楼的那些镇魂将们已经动身了，我不能放着他们不管。于是我决定追上去，将真相告知。我怕此行凶多吉少，我也怕你牵挂。我就把重要的物品都托付给了朋友。我告诉他，如果1个月之后我还没有回来的话，就让他告诉家里人，说我已经死了。本来这次参加黄甫龙斗的行动，就是在忤逆领域，我把牵连寒仙界，就没有向界里的人透露任何的消息。玲玲，爸爸活着一时，总想做好所有的事情，可是到头来，没能做好朋友，没能当好一个镇魂将，没能当好丈夫，也没能做好一个父亲。更没能对得起任何人。不，爸，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好的爸爸。谢谢你，一直还记得爸爸。答应爸爸，一定要安全的、安全的、安全的走出古楼。爸。
醒醒，爸！二位不用过于担心。祥先生，你也从梦魇里逃出来了。他只是元神力折损，陷入濒死状态，还没有到无法回天的地步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有办法救我爸爸？其实，我不只是一个花匠。欢迎来到花谷。我就是花王。花王。当年，在未进入这鼓楼之前，我曾四处游历，设下结界，种下了一大片元皇花。这花灌注了我的神力，能滋养元神，助人吸取天地之气。我会用这片花海滋养你的父亲。现在，我就开启结界，送他过去。不出数日，他便会醒来。届时，你去空神之森寻他便可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救我爸爸。不必感谢。其实，你们真正应该感谢的是你们自己。也是因为有了你们，我才能从这梦魇的囚笼中解脱出来。怎么会呢？你是这花谷的主人，就是四王之一，谁敢求救你呢？还能有谁？无非就是创造这梦魇的其他三王。你们不是同伴吗？他们怎么会囚禁你呢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真实情况真如我们在梦魇里所见到的吗？真实的情况和梦魇不尽相同。虽然夏启峰当年追着一众镇魂将进入了鼓楼，却迟了一步，被我拦在了花谷，没能去成月宫，也因此他逃过了被月王变成石头的下场。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见到那些镇魂将。那是无尽梦魇。其他三王，他们非常憎恨人类，也因为我帮了夏启峰，惹怒了他们。可就在此时，夏启峰因为发现同伴全被变成石头之后，懊悔痛苦不已。三王就借助这份情感，制造了梦魇，将我囚禁。而夏启峰也就作为这梦魇的主人，沉睡于此。原来当年不止老妈，还有那么多人被变成了石头。总之，花王，我还是想跟你说声谢谢，谢谢你救我爸爸。此处事已了，你们也是时候下楼去见见你们的伙伴了。北洛，唐兵、夏灵，你们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们没事儿，你呢？毒伤有没有解掉？已经解了。梦魇的事情我已经听花王跟我说了，这次多亏你们两个解开了梦魇，要不然莫名其妙死在梦里，那才叫冤枉。对了，夏灵，你父亲的事情我也已经知道了，他现在怎么样？我爸爸，他元神力折损，差点就没救了，还好花王出手相救，我应该很快就能跟他团聚了。真好。北洛，我已经找到了我爸爸，你也一定能救回水儿的。我们陪你一起打开蓬莱。好，打开蓬莱。你们来鼓楼是为了蓬莱？花王，我们听说蓬莱之中有能够回春万物的神力，北洛想要借助他的力量，用来愈合自己女儿碎掉的元神。愈合元神，可是蓬莱内的事物办不成此事。什么？难道蓬莱的传说都是假的？我只能说，你们来错了地方。蓬莱里是我等奉命镇守之物，绝非什么好东西。算了，看来这一趟我还是运气不好。那你呢？你是为何来鼓楼？实不相瞒，我母亲就是10年前进入如花鼓楼那批人当中的一个。我来这儿
就是为了救他。那你可知，你的母亲已经被越王变成了石头？我知道，就算被变成了石头，也会有机会变回来的，对吧？这绝非容易之事。想要破解越王的凝石之力，只有击败越王这一条路。可就凭你们，还走不到越王面前，就会被他的那双死亡之眼变成石头。或许有一人可以帮到你们二人，他既有可与越王一战之力，又可以帮助灵人重塑他的元神。是谁？是谁？蜂王。那我们去找蜂王帮忙？不可能的。对于人类的憎恨，他比越王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之前，他就以奴役人类为乐，10年前更是觊觎进入鼓楼的女孩年轻貌美，夺去了人家的身体。我知道那个被夺去身体的女孩是谁，是燕悄悄。谁？蜂王，别来无恙啊！花王，你怎么会？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有本事从无尽梦魇中逃出来。少说废话，本身10年之恨，今日定叫你加倍奉还。花王，他怎么会？胜负未分，越王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本尊要去哪儿，还轮不到你来过问。你这是就此认输了呢，还是我送来的人让你坐立难安，迫不及待想去一睹真容啊？本尊方才不过是想去会会好久不见的同伴。至于你送来的人，本尊根本就不在乎，因为杀死你们人类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你最好小心一点，别输了棋，当第一只被捏死的蚂蚁。或许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你们夺取蜂王之力，去打越王，但前提是你们3人之间一定要配合。怎么配合？首先，最重要的就是夺取严巧巧的元神冠。这里就是蜂王存储元神的地方。按照花王的说法，这里的每一件物品都存放着被蜂王掠夺过的元神。可是这里东西这么多，怎么知道哪一个是严巧巧呢？那咱们就只能找找跟塌风族有关的东西了。